很多人都知道我不认路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坐车的话有点危险，因为我可能去错的地方。那天跟他聊天完了以后，我觉得我哭了，是自己在那里哭。差不多有100多个学生，他们都姓范，他们都是跟我一样的姓。好多人姓范，在俄罗斯的外国人姓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。今天我们3个人要说一说我们的学生。哈哈，现在我们的学生很紧张，他们就想范范老师要骂我。对，你们可以紧张一下，因为我们要说让我们生气的学生。好，魏轩老师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好，那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多学生啊，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学生。但是呢，我问了魏轩老师一个比较难的问题，就是哪个学生让你生气？魏轩，谁让你生气？我要先说，就是大部分的99.9%的学生都是让我很开心的。可是有一个，就是我当中文老师4年，有一个学生，他真的让我很生气。这个学生就是又让我生气，但是又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学生。他让我生气，其实不是因为他学习不努力，也不是因为他的中文说得不好，是因为我太喜欢，我太爱他的女朋友了。对，这个学生他和我们学中文的钱是他女朋友帮他交的。后来他和我们学了一段时间中文，有一天他很开心，他告诉我，魏轩，我要去中国上大学了。哇，我好开心。可是他跟我说，我去中国的机票，我住在中国租房子的钱，还有我的学费，都是我的女朋友帮我交。其实他不是没有钱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让他的女朋友帮他交钱。可是那个时候他的女朋友非常喜欢他，然后我和他的女朋友聊天，我说，哇，你帮他交很多钱，你觉得可以吗？你会不会不开心？然后他说，我不会不开心，我觉得我很开心，因为他要来中国，他的女朋友是一个中国人，所以他觉得他的男朋友为了和他在一起很努力，他要来中国，他要学中文，所以他女朋友很开心。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他女朋友也很开心，他男朋友也很开心，所以为什么我不开心？可是后来发生了2件事，让我真的很生气。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女朋友在上海，可是这个学生他没有很认真的准备一个考试，所以他去不了上海的大学，然后他去了上海旁边的一个城市叫宁波，然后他在宁波上大学。他女朋友帮他在宁波租了一个房子，可是有一天晚上，他的男朋友找了很多很多的人去他家，他们去开 party。然后因为声音太大了，他的邻居受不了了，就给他的房东，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打电话，然后他的房东给这个学生打电话，可是这个学生说，我听不懂中文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所以这个房东半夜给他的女朋友打电话，说你的男朋友有问题，
你让他安静一点。可是他的女朋友给他打电话，这个学生他不接电话，他的女朋友找不到他，然后这个房东没有办法，他就给警察打电话了，然后警察就来他家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学生他会有一些麻烦，然后他的女朋友在上海给他的另一个朋友，一个在宁波的朋友打电话帮忙，就是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事情最后解决了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总是给他的女朋友找麻烦。第二个事情是周末的时候他会从宁波去上海住他女朋友家里，然后他女朋友有一只猫，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白色的小猫。那只猫差不多2岁，非常可爱的一只小猫。可是有一天他的女朋友给我发消息，他说魏轩，我的小猫没了。在中文我们说没了就是这只猫死了。我就很惊讶，我说啊，你的猫怎么了？她说她的男朋友一定要给她的小猫洗澡，可是她的猫不喜欢洗澡，而且她的猫和她的男朋友和这个学生他们不是经常见面，所以她的猫不认识她，可是她一定要给这只猫洗澡，然后这只猫就很害怕，然后她就吓死了。天哪！所以魏轩就很生气，因为魏轩跟这个学生的女朋友关系太好了。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女朋友，你都不知道这些事情，你就不会知道，不会生气。对。然后这个学生经常会跟他的女朋友说，我好喜欢你呀，我好爱你呀，我们以后一定会结婚，我一定会住在中国，我们一定会在一起。他总是说一些让他女朋友很开心的话。可是他在我这里，就是他跟我上课的时候，我问他，那你以后会和你的女朋友结婚吗？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不会告诉你他不会。他没有说他不会，他说有可能。所以我就是很生气，因为我想如果是我给一个男人花了很多钱，我送他去上学，我给他买机票，我给他租房子，然后他一边跟我说我一定会和你在一起，然后他又跟别人说我有可能会和他在一起，所以我就是很生气。明白，可以理解。对，特别是我们都很喜欢他的女朋友，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女孩，都很喜欢她，所以就会更加生气。对呀，他的女朋友真的特别好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我老公他想买一个游戏机，就是玩游戏的东西。他说我有，我寄给你，你先玩，你玩够了，你再还给我。然后他从上海把这个游戏机寄给我。可是我和他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没有真的见过面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她真的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，很好的人。对呀，对，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学生，一定要对你们的女朋友和男朋友好，不然你的中文老师会很生气。好，那今天大家听了第一个故事，哪个学生让魏轩生气？好，我现在呢要问范范，我们来说一点好一点的，哪个学生让你很开心，让你觉得很温暖，感觉很好？我跟魏轩一样，我觉得99.9%的学生都让我开心，都让我觉得很好，大家是很好的人，然后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的感觉。对，那我可能今天要说的是一个
让我觉得非常温暖的一个男孩子。对，就是他是一个男生。这个男生呢，我们已经认识9年了。他是我第二次去俄罗斯的一个大学工作的时候，认识的一个男孩子。那个时候我的俄语非常不好，然后呢，就是他帮助了我很多很多。对，当然可能我的很多学生都帮助我了，因为我的俄语很差，然后他们帮我去银行换钱，然后我生病的时候可能陪我去医院，等等。但是这个男孩子呢，他就是很细心的。可能冬天的时候俄罗斯很冷，然后我呢就是经常咳嗽，嗓子不舒服，经常咳嗽。就是每一次我上课的时候，这个黑板就是写字，老师写字的那个黑板都是湿的，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咳嗽了，我写字的时候就不会咳嗽了。然后后来我知道每一次都是他帮我做的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在那个大学工作3年，这3年的每一次我上课的时候，他都是这样做的。很多人都知道我不认路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坐车的话有点危险，因为我可能去错的地方。比如说回不了家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做活动的时候，然后呢他们可能陪我去超市买一些东西，那买完东西以后我们一起把东西送回学校，然后他就说，老师，我送你回你的宿舍。我说不用，我自己可以回去的，我会坐公共汽车。他说真的吗？你确定吗？对，但是因为大家都很累了，所以我不想让他送我回去。但是他就是送我到车上，他看到我上了车，然后他才离开。他给我发信息，他说我很担心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担心你不能很安全的到你的宿舍，我担心你去了别的地方。对，宿舍就是老师和学生住的地方。一般大家去大学的时候可能离自己的家很远，所以没有办法每天回家，那我们就住在学校的宿舍。对，我也是住在学校的宿舍里。对，所以呢我到宿舍以后，我看到他给我的信息，我觉得天哪，我的心很温暖的感觉。后来比如说每一次我办活动的时候，他都是一直在我的身边帮我做最累的活，但是你就是很难看到他，你很难在一张照片中或者在一个视频中看到他，可是他就是一直在我的身边做最累的那个活，但是我都知道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温暖的感觉。后来呢我就回到了中国。回到中国以后，每一年的春节，每一年的我的生日或者是别的节日，他都会给我发短信，他都会祝福我，给我发很多很多很温暖的话。对，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。后来他知道我爸爸走了，然后他也给我发了信息，他说我很想跟你的爸爸这位先生见面，可是我没有机会了，我很难过，怎么样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认识9年，他一直都在的感觉。哇，对，就是觉得非常的温暖。然后去年他通过了 HSK 6级考试，所以今年秋天，今年9月他要来中国读博士了。他说我一定会去看你的。真好。对，所以今年我们应该会再见面。哇，很好，感觉你们已经成为朋友了。应该算是我的家人。
对，就是很远的一个家人，因为他的中文名字，他的姓是跟我一样的，就是他也姓范，他的中文名字和我一样。他说我要和你一样的姓，我要做你的家人。真好。我们当老师就是会很幸福，会认识非常非常好的学生。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那一年就是在这个大学，我第一年去这个大学的时候，他们都跟我说啊，范范老师，我们很喜欢你，你给我们一个中文名字吧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姓，你们选一个自己喜欢的，你们想姓什么？然后他们说啊，我们要和你一样的。所以那一年我差不多有100多个学生，他们都姓范，他们都是跟我一样的姓。好多人姓范，在俄罗斯的外国人姓范，太好笑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觉得很好笑。OK， 知飞呢？知飞有没有哪个学生让你记得很清楚，或者让你觉得很温暖？有很多呀，但是我今天可能要说一个比较特别的学生，这个学生让我很难过，很伤心。这个学生呢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，他真的太好了，我想到他我就很想抱一抱他。那他是一个很成功很棒的人，他是一位医生，他在美国的迈阿密有非常大的自己的公司，他是老板，然后他也是很棒的医生，所以他很厉害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他跟朋友出去一定不会让朋友出钱，一定要他买单。我就觉得这个人我喜欢，就是我也想要像他一样做一样的事情。我觉得他很喜欢，就是想我可以怎么帮别人，怎么给更多给别人。为什么我会伤心难过呢？那是因为他学中文有时候学习，然后有时候不学，不是因为这个，是我跟他聊天，我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发现好像在他的生活，他都是在努力的照顾别人，比如他的女儿，sorry， 有个声音，比如他的女儿，或者他的病人，或者他跟他一起工作的同事。所以呢，他总是在想别人更重要，我不太重要。我就很希望他看到他是最重要的，他很重要。他有时候知道，但是他做的事情又是就是自己不太重要。那他跟我讲了他以前的故事，就他很想唱歌，他想要做很好很好的歌手，唱歌很好听的人，可是他现在的声音不好，因为现在他说他用他的声音去帮助别人去看病，作为医生，他不是歌手。那天跟他聊天完了以后，我觉得我哭了，是自己在那里哭。然后我跟我的男朋友讲，我真的非常希望他可以唱歌。我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老一点的我自己。所以就是所以现在说的时候也有一种难过和伤心，就真的希望他很好，对自己很好，做让自己很开心的事情。当然我知道帮助别人也让他很开心，所以就希望他不要忘记自己。那你觉得你和这个学生很像吗？我也很想当歌手，可是我不唱歌。还有我觉得，对，我也想要给别人，帮助别人。对，
他是每次跟我上课都要告诉我10遍我的优点，为什么我很好他要让我知道我有多好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。那我想要问魏轩和范范的是，有没有一个学生你觉得跟你很像？魏轩，你有这样的学生吗？有个学生跟我很像，不是长得很像，是我们的性格很像。就是我们会有的时候给自己很多压力，就是我们很想做的最好，不是很好，是做到最好，所以我们会跟自己说，你要很努力，你不可以休息，你要一直学习。哇，好对，累。所以我们会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。然后呢，我们又会想很多，我们会想，这个事情我做的不好啊，如果是我可能会想，这个老师，哇，他太优秀了，我不太好，我不好。对，所以我们会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压力，然后又会想很多。这个是让我觉得我和这个学生最像的地方。魏轩，我觉得应该是很大压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是我经常会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。所以这个学生，所以这个学生跟他很像，跟魏轩很像。那范范呢？哪个学生跟你很像？为什么？天哪，我觉得最近小瓜的学生有好多学生跟我很像，就是可能因为大家都太优秀了吧。所以你想说你很棒。对，当然我们都很棒。可是也有的学生跟我很像，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不和父母一起生活，我们可能跟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一起生活，所以可能我们有时候心里的感觉或者一些性格是很像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聊很多很多，然后会觉得范范你真的知道我是这样的人，然后我也会觉得你说的是我，你说的这个是我，所以就我想抱抱他，他也想抱抱我。对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很像很像的感觉。对，对，我的感觉跟魏轩的很像，可能我跟魏轩差不多，就是想要做的很好很好，那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。我也发现很多学生是这样的，我就觉得这个学生怎么跟我一样呢？所以而且我们有非常多这样的学生，他们真的很认真很努力。对，那因为有太多这样的学生，我记得这个学生他找到我的时候，他就是说他想要做一件难的事情，然后我就想我也喜欢做难的事情，就是感觉很好，我就说我懂你，我懂你。对，所以我就是在挑战他，他自己也是对自己要求很高，所以他非常希望我挑战他。然后呢，他就自己就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其实别人都觉得哇，你的中文怎么这么好，你好厉害，他就觉得是吗？我说的很差啊！不，我要做更多。对，然后有一天他在一个美国的饭店，他开了一个饭店。有一天有一个人采访他，他们说了1个小时的中文，他就发现原来我的中文真的还可以。他就发现他真的已经很厉害了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对，他就是很努力，对自己要求很高。虽然我说他跟我很像，好像有一点厚脸皮可能
厚脸皮是什么？有时候有一点厚脸皮，就是说自己很好哦。对，有一点厚脸皮。是的。对，这样的学生小瓜真的挺多的。对。小瓜的学生，你们可以放松一下好吗？可以对自己好一点，觉得自己很棒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志飞想和我们的学生说的话吗？对，你们两个想和我们的学生说什么？我觉得每天跟学生说好多好多话。对，我也是一直告诉他们，哇，天哪，你太棒了，你太厉害了，对，你很努力，你的中文说得很好，你不要怕，不要害怕说错。对，很多学生他害怕说错，对自己要求非常的高。我觉得没关系啊。对，我说你跟范范在一起，你就不要紧张，也不要害怕说错，我只是你的朋友。如果你觉得我不是你的朋友也没关系，可能我是你的 AI。 我可以陪你聊天。我是你的 AI。 太棒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是我想跟学生说的。那我的话，其实我最想和学生说谢谢。因为我也是个人，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让我不开心的事情，也有很多开心的事情，然后所以我很想谢谢我们的学生们，可以让我和他们分享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，还有就是从我们的学生的身上，我觉得我可以学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，或者是我没有的能力，所以谢谢大家让我变得越来越好。哎呦，太棒了，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哎呀。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，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，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，在小瓜 Chinese，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